Hello， 各位處女座海底撈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 Jane。這支影片是要給處女座的朋友們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啊。那我們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沒有任何時間上面的限制，所以如果你不是在首播的時候看到這一則影片呢，我會建議你當下的月份或者是前後推敲1個月時間，通通都可以哈。影片下方資訊欄有詳細的影片使用說明。那當然，我也相信什麼時候聽見就是最適合你的時間，所以其實你也可以不需要拘泥，只要享受這些訊息為你帶來的內容就可以了。OK， 那麼今天呢，要按照慣例呢，我們會在開場給大家開場訊息，提供給大家生活小貼士的參考哈。首先呢，我個人會感覺呢，處女座的朋友們，你最近呢非常特別適合粉紅色或桃紅色，就是紅色系列，鮮紅色也可以，但是呢，排的順序有點像粉紅、桃紅、鮮紅 ，OK 哈，就1、2、3的順序哈。原因是因為呢，我個人會感覺最近你可能特別在人際關係上面，或者是呢是在這個情感方面哈，或者是你對於自己的這個自愛的這個感受呢特別的強烈，所以這幾個顏色呢，對不起啊，這幾個顏色呢會特別適合你來補足更強大的動能跟動力。OK 好，我有點感冒，所以如果在錄影過程當中有咳嗽或者是有一些狀況的話呢，請大家稍微多擔待一下。OK 好，所以呢，我會建議你在服裝、飾品、配件、水晶等等之類，你可以用這幾個顏色靈活運用去搭配。有些人你們是女生的話呢，也可以做指甲。OK 好，你們的指甲或者是你的這個口紅啊，可能最近也蠻適合用這些顏色的哈。OK 好。那第二個呢，要給這個處女座的開場訊息是呢，我覺得處女座的朋友們最近會特別某部分這應該是小眾的訊息哈。有一些人你們可能會去吃燒田螺，或者是燒酒螺哈，或者是比如說像那個法式的那個這個前菜裡面有那個海螺，我忘記那個突然要怎麼講那個東西哈。就是最近呢，你對於這種它算是螺類嗎哈的這種食物呢，會特別有。不知道有這個 craving， 就是有很想要去吃這個東西哈，而且這個東西有可能是平常你不碰的，或你不喜歡的，或你沒有嘗試過或不經常吃的哈，在這個月份呢，反而你會開始特別有興趣。OK 好，那第三個呢，我個人會感覺呢，你的訊息會讓我感受到最近你特別適合跟這種實木的東西去做一個結合，比如說實木家具啦，或者是比如說你有在清理能量，你可能用聖木啦，那也有可能比如說最近你可能買的這個比如說一個什麼小家電，可是呢它旁邊可能是手把啦，或它的底座啦，或者是比如說杯墊啦，它是木頭做的。OK 哈，因為我覺得最近呢，你跟深色的木頭的這種連接感也特別的強哈，也有可能最近你也蠻適合去走一些森林步道，然後去看看一些神木，或者是跟這些大樹呢進行一個連接，我覺得蠻適合，會讓你感覺整個能量場呢可以向下扎根。然後呢，某部分的人你最近也可以嘗試一下去觸摸這個樹，或者是環抱這個樹哈，你會感覺到你的能量會有充電的感受。好吧 ，OK 哈，好，那以上報告完畢，這個就是要給處女座的開場訊息，我們就準備進到這一次你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哈。首先呢，這個月份呢，你的挑戰牌卡是聖杯女王 ，OK？ 那這3組牌卡分別是過去、現在、未來的能量場，在我手中，你目前看到可能會迎來事件是這個寶劍3 ，OK？ 好像沒有對焦。好，沒有關係，反正我會說得很清楚。OK， 好，那接下來就請處女座的朋友們給我一點時間，讓我去感受你能量場上面的呈現跟細節。我們來聽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麼樣的訊息，希望透過我來傳遞給你，請稍後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收看我的影片。為了提供給大家更多豐富精彩的內容，在今年我成立了思維手術室社群，想要邀請你一起來靈活運用媽媽生給我們的大腦。那在社群裡，我將會帶領大家一起練習思維改寫，並且提升自我認知，讓你在面對生活當中的挑戰有更強大的底氣以及過人的應變能力。只要點擊影片下方的資訊欄，就會看到思維手術室的社群連結以及入群步驟的說明影片。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今天精彩的影片內容吧。OK， 行。我個人覺得哈，處女座這個月的這個能量場上面哈，很明確的，是要進行一個斷捨離。但是我先跟你形容一下哈，就是說。他們講用一個實際的例子形容來解牌，你可能比較容易了解。好，他們說直接進入狀況，然後我們用這個舉例來讓你明白比較清楚一點哈。來，首先呢，在過去的能量場當中，你抽到的是權杖國王，抽到的是寶劍6，還有這個寶劍10。
OK， 我個人會認為呢，這3張牌卡在你第一個月份的能量場呢，象徵的意思就是說呢，我要舉的那個例子哈，是跟工作有關的哈。那當然，如果你是新來的朋友呢，你如果不是很了解我的話呢，我會跟你說，我的所有的能量運勢牌卡解讀呢，沒有任何的主題，你可以套用在你的狀況當中哈，任何的狀況都可以。OK， 我也不會按照跟牌陣跟牌意去解釋，我會去有點像是這個能量場的這個翻譯給你聽哈。這3張牌卡在你第一個月份能量場哈，給我有一種感受，就是假設你現在是有一份工作，對不對？然後呢，在這一份工作當中呢，我個人感覺你是有點像是打前鋒的，意思就是說，你可能是公司的業務，你或者是比如說這個專案是由你來領導，或者是比如說這整個部門呢是需要經由你發號施令，或者是你是負責統整的那個人。OK， 反正你的這個角色呢，一定就是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OK， 那這個東西要因為你，然後呢，它才可以運作。OK， 或者是要借由你的決定，那這個。指令才會下去。好，我的能量場感覺就是像這個權杖國王是有點像這樣的狀況。OK， 但是呢，在這個工作環境或這個關係或這個合作的過程當中呢，在這裡呢有一個叫做寶劍10跟寶劍6。那這寶劍10跟寶劍6中間少的是寶劍7、寶劍8、寶劍9。意思就是說呢，在這個跟你交手相關狀況、人事物、事件、夢想或目標，甚至是關係跟創業當中呢，我覺得你一直盡可能在避免有一些人，比如說是不符合這個公司的文化，或者是他的行為舉止是可能會影響到事情的運作，或者是有一些人會影響到這個進度或者是這個效率，反而可能會搞得你一個頭兩個大，然後把這件事情反而要花額外的時間或精力去處理它。這個是你在領導或做這件事情或引導這個決定，或者是比如說你要去帶領這些人的時候，你都在盡可能避免發生的事情。OK 哈，這個就有點像是你過去的這個能量場，好吧 ？OK 哈，那這個過去的能量場呢，來到這個現階段的能量場的時候呢，這邊呢是有一個星星牌卡，有一個權杖10跟一個世界牌卡。我個人會感覺呢，這邊呢應該是說呢，在你這個工作領域範圍哈，我是用工作比喻哦，你們自己靈活運用在你的生活狀況當中哦。這個呢，就是因為你一直在避免這個寶劍那個7、8、9這3個狀況會發生哈，但偏偏我必須要告訴你哈。牽涉在其中的某個人或者是事或者是物，它就是會按照你不想看見的狀況發生。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呢，你有點像是火燒屁股，然後又要想着急着去修補，哈，就是說啊，這件事情趕快來修補，這件事情趕快來救火，這件事情趕快來怎麼樣？所以導致於呢，你在這個狀況當中，這是一個世界牌卡，你會覺得說這個人事物哈，反而呢，我原本剩下人都沒事，但偏偏這個人哈，就我們當然不能講說他是害群之馬，但是就有點像是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OK，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當中呢，這個世界牌卡你可以注意看，這個人像是在深呼吸，保持他心中的和平，你懂我意思嗎？就是你一邊救火的過程當中你還不能生氣，你懂我意思嗎？因為你可能是那個要領軍的人，你可能是做決策的那個人，你可能是那個營運的主理人。OK 哈，所以在這樣的狀況當中呢，你的挑戰牌卡在這裡，這個就是聖杯女王。聖杯女王象徵的意思就是說呢，你對這個人事物是有感情的，例如說這個人呢，可能對公司很忠心，但是他真的沒有能力。OK 好，所以你看中的可能是他這個人內心的這個價值。還有另外一種呢，這張牌卡為什麼會成為你的挑戰，就是說這個人他也不是什麼壞人，他可能就是效率沒有別人那麼好，腦子沒有轉那麼快。OK 哈，或者是比如說這個人，比如說他跟你在一段關係裡，他可能就是不善於表達這種情感，我想你啊，我愛你啊什麼等等之類，但是他很勤勤懇懇的上下班都接送你。OK， 你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哈，你會覺得他很聽話，什麼都按照你的決定。OK， 這個東西會讓你覺得說，某部分的人來講，你會覺得心力交瘁，我要不斷的救火，不斷的去修補。有些人你會覺得說，這段感情，這個合作好像沒什麼太大的這種情緒上面的這個起伏，好像了無生意。那某部分的人你會覺得說，這個跟你交手的人事物，好像沒有辦法讓你過得去，哈，就是這張牌卡有另外一個含義，就是說過得去你心中的這個坎。OK， 就是你知道這個東西可能會造成未來有更長遠的，我這樣講影響好了，好吧 ？OK 好，所以這就是你的挑戰，你要如何跨越這個坎？因為在未來的能量場當中，你抽到的是寶劍2，抽到的這個是寶劍國王，抽到的這個是權杖2。象徵的意思就是說呢，跟你交手的這個相關狀況人事物哈，這個寶劍國王跟這個寶劍2加起來其實就是寶劍3。你也不想哈，對不起哦，這個對焦好像有點問題哈。來，
這個寶劍三的這個狀況哈，是你也不想看到的。就比如說，這個同事真的不給力，你可能要把他移出你們這個專案裡面，就是把他從專案裡面把他移出去，或者是呢，可能你必須要拒絕這個人，你不想跟他在一起，或者是比如說這樣子的狀況已經讓你覺得沒有熱情，或者是沒有感受，你不想再追尋了哈，不管是什麼樣的狀況裡面。所以呢，我覺得你的寶劍國王這個氣勢已經準備，就是我想要拿這個寶劍出鞘。去在這個寶劍二，我應該要去做選擇的狀況之下，去做出最適合當下的選擇。但是你也想要盡可能減少傷害，因為寶劍二加寶劍國王象徵的就是寶劍三，所以來到這邊有一個權杖二 ，OK 哈，權杖二就有點像是說呢，伸頭也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 ，OK 哈，所以你可能在月底哈，這個月底就是你看到這個能量場的月底的時候，你在思考怎麼樣做會比較好。因為往下走，權杖三就是一個新的篇章了，所以即使你心中不捨、難過，覺得他其實也沒有到那麼差勁，或他也沒有犯什麼樣大的過錯，但是這個選擇或這個決定或這個切斷或這個怎麼樣，你要怎麼處理哈，終究是會來臨的。因為在最後，你目前看不到可能會迎來事件呢，是這一張寶劍三 ，OK 哈，這個寶劍三的意思就是說，裡面一定會有一個人受傷。OK 哈，但是我覺得處女座的朋友們，你的做法比較有點像是盡可能減少這個殺傷力，就是會受傷，但是盡可能減少這個殺傷力，就是這個傷口是可以被看見的，但是不至於影響你整個人活下來。OK 哈，所以我覺得即使這個困難，不是這個困難，這個選擇哈，或這個決定有點困難，但我覺得你還是會去做。但是我必須在這邊哈，必須為什麼要特別重複講一下，就是說這個人他不是壞人啊，他也不是什麼傷害你的人、欺負你的人或幹嘛，他就是是我剛剛在想說這樣形容好嗎？他就是沒有達到你的標準啊，我就這樣講好不好？他就是沒有達到你的標準，或者是沒有辦法做到你的期待。所以還有一點是哈，這個人的能量場是怎麼講？我不知道我這樣怎麼說我不知道我這樣講你懂不懂了？就是他沒有符合你的標準，但他沒有到十惡不赦，他也沒有犯過什麼大錯，然後他也沒有說他可能偶爾的確是搞出一些窟窿，或者是讓你有點不順心、不合你的意。但是因為如果以全大局來講，這個東西可能走得不長遠，這個東西可能會不斷的零零碎碎的影響到整件事情的運行。好，我覺得我這樣講你大概就懂了 ，OK 哈。所以我們來看宇宙驗證牌卡哈，我剛忘了跟你講，我在抽的這個叫做宇宙驗證牌卡來驗證我剛剛要告訴你的這些內容。然後等一下我們今天這一次呢，會有那個仙女下凡來解答。好，我們來聽看看天使跟仙女我本人自己說哈，就是呢，我會當中間的一個翻譯官來告訴你哈，你可以心中想一個問題，我們來看看這個答案是 yes 還是 no， 好吧 ？OK 哈，好來，首先呢，在過去這個能量場，這就是一個寶劍國王哈，這就是為什麼有些時候我會用宇宙驗證牌卡來自我驗證。我要告訴你的訊息原因就是在這，非常感謝宇宙來幫我驗證哈。這兩張牌卡你可以注意看，它都是寶劍國王。OK， 寶劍國王驗證寶劍國王的意思哦，你注意看哦，重點是這個國王看起來像一個女生，對不對 ？OK 哈，我個人會感覺哦，你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這樣講好了，這個寶劍國王是一個女生哈，他們叫我這樣傳遞這個訊息你就懂了，就是說。你身為這個寶劍國王的這個身份，可是你可能中間過程當中一直在用婦人之仁處理這個人事物。OK， 就是說再給他一次機會吧，我覺得他沒有那麼糟糕吧，沒關係，事情如果還可以，那我們就先這樣子做吧。OK 哈，我覺得你是有幫他找台階下的，你甚至是有給他機會的，你甚至會替他說情的，或者是覺得事情還沒有鬧到那麼嚴重，還沒有損失那麼慘重。OK 哈，所以這個寶劍國王呢，給我有一種感覺，就是說在過去的狀況當中，你盡可能避免，雖然事情可能會大大小小的出現。可是你都還保持在寶劍國王這種能量場，我可以處理，我可以 handle， 我可以怎麼樣啊？這是小事，沒有關係。OK， 所以這個寶劍國王為什麼不是男的，是女的？就是這個寶劍國王心中有一點婦人之仁。OK 哈，那來到這個現階段的能量場，你抽到這張是寶劍六。這個寶劍六呢，從過去能量場走到現在是寶劍六走到寶劍六，可是在過去能量場的寶劍六裡面是你一個人，現在是有兩個人了。這個寶劍六給我有一種感覺哈，就是說時候到了。
好，你已經不得不把這個人叫他給我上船你要把他送到別的地方了。就是說一開始你會有點像是在那邊深呼吸，告訴自己冷靜一點，冷靜一點，事情沒有那麼糟糕是沒有走到那個田地先不用這樣子。那在這裡現階段的能量場不僅有一個戀人牌卡，還有一個寶劍六，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跟你講，這個人沒有做錯什麼背叛你、傷害你、十惡不赦的事情，他也很願意，你也很願意，但是重點是他就是沒有達到你的標準，就是不行，你懂我的意思嗎？所以你也只好把他請出去，就是說其實我覺得你可能人不錯，人很好，但是你可能不適合跟我們一起工作，有點類似像這樣的感覺，就像你是一個好人，但是我不一定要嫁給你，你懂我的意思嗎 ？OK 這樣講你可能就懂了。所以在未來這個能量場當中，這是一個 justice 象徵的意思就是說，你在未來必須要做出一個適合目前現狀公平的一個決定。OK， 這個決定。我覺得你會偏向大局去做一個考量，因為整個月的這個過程當中，這邊是一個塔牌加一個聖杯六。我覺得你這個人也是念舊情，就是說你可能跟他在一起很久了，但他就是一直這樣溫溫的，不火，然後也不熱 ，OK 或者是比如說這個人他可能就是公司的老臣，可是他真的沒有幫公司帶來什麼樣很大的效益，或者什麼樣很大的這個業績，甚至公司做了一個重新組合的過程當中，他可能還跟不上，這些新的人還要去拉拔他，所以呢，這個塔牌勢必得倒。就這個月，這個塔牌勢必得發生，因為它是為了去架構一個更好的將來、更穩固的將來。所以這個是某部分的處女座朋友，你會念舊情，但你知道這個東西呢是勢必會發生。OK 好，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呢，我覺得你已經釋出你最大的誠意了，有點像說這個塔牌，也就是你最後做的這些決定，這個寶劍三出現的時候，你會告訴他，就是你會跟他，就是你會把這個聖杯給他，跟他講你的原因或你的苦衷，或者是你告訴他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念在舊情，請他能夠理解你做出這個決定。OK 好，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看這個天使跟宇宙我們來看看這個天使下凡來解答 yes or no 這個答案到底是什麼。所以你現在心中可以想一件事情，然後呢，我會成為這個翻譯官來告訴你這個答案是 yes 還是 no。OK 好，看到這個牌面也沒有關係，因為你不知道答案是什麼嘛，還是我要幫你翻譯吧好，想好了沒？幫你們拖延一兩句話，就是要讓你想一下心中的事情，好不好？來，我們一起來看看你心中想的這件事情是 yes 還是 no， 好不好？這張牌卡叫做 You are ready。OK 我個人感覺呢，這個能量場給我有一種就是 yes， 就是去做吧。OK， 不要懷疑，不要遲疑。OK， 因為你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你已經準備好了，你本來就想這麼做，你只是想要來這邊有一個 double check 或再一次 confirm 說這件事情是不是這樣的可行，這件事情是可以的。OK， 但是這邊還有一個小眾的處女座的朋友們的訊息，就是他沒有告訴你，只有在你準備好的時候，這件事情它才可以被推動，才可以被執行，或者是才可以這麼做。所以你也要問問看你自己，你準備好了沒？OK 好，那以上呢，這個就是要給處女座海底撈們這一次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我希望以上這些訊息可以為你帶來一點幫助，也非常感謝處女座的朋友們來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會喜歡。那我們就下個月再見嘍，拜拜。